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煮一道很好吃的太平蛋。嘟嘟的舅母是福州人，属重汤一族，每年的年夜饭少不了汤汤水水，除了有鱼翅、酸辣鱼吊羹外，更是少不了这道福州太平蛋。这个我很爱吃。了解，我们马上开始了。首先将20个鹌鹑蛋清洗干净。传统太平蛋用的是鸭蛋，因为福州话鸭卵与鸭乱谐音，寓意平安太平。但年夜饭菜肴很多样，还要吃下一个鸭蛋，实在吃不消。盖好，中火煮开，白贝木耳与雪耳一起浸泡。锅子里水一煮开，马上熄火，多浸泡个10分钟，再将鹌鹑蛋过一过冷水，会比较好去壳，而且颗颗完整。加入1大匙生抽拌匀，搁置20分钟，再备好这些食材，洗净后再控干水分。白洋葱半个，切丝。300克黄芽白，也称大白菜，它营养价值很高的，富含胡萝卜素与维生素等等微量元素。切成这样约1公分长度即可。喜欢芹菜味的朋友可以备1颗作为成品点缀，这也可以用青葱替代。50克胡萝卜，先切片，再切成丝。切好备用。煎中记得将鹌鹑蛋拌一拌，让整体均匀上色入味。红辣椒1条，斜切。家中若有小朋友不能接受辣味，这辣椒就不加好了。80克花肉，切成条状。不摄取猪肉的朋友，请用其他肉类替代。也一敢用鸡胸肉。是的，鸡胸肉脂肪含量较低，可以切成薄片或剁成肉末，再加一点玉米淀粉、生抽抓匀，一样很美味。这是浸泡软后的白贝木耳，洗净，控干水分后，先卷起来，比较好切丝。这白贝木耳口感上会比较硬，所以这丝可以切细一些。这是雪耳或称白木耳，浸泡后偏软，用手撕成小块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所有食材备好后，马上可以开煮了。锅里预先热油，将鹌鹑蛋做最后一次拌匀，将生抽沥出。油热后，将鹌鹑蛋放入，油炸至金黄色，用双筷子兜一兜，让鹌鹑蛋均匀受热。整个油炸过程约20秒，即可沥干油分，捞起待用。油量有点不够，鹌鹑蛋油炸的不是太完美，我想分2次进行会比较好，这次算是失策了。没事，还可以。锅热，倒入1点油就好，放入2片生姜，爆一爆。黄芽白性偏寒，加入生姜片可以驱寒。接着将花肉倒入煸一煸，少许油的带动下，这花肉容易煸香，煸出更多油脂。待花肉表面微焦时，加入洋葱一起炒香。
在洋葱炒香炒软后，再将其他备好食材加入胡萝卜丝、木耳、红辣椒，再全部一起炒匀。接着将800毫升清水分2次加入，如果这用高汤替代，味道会更鲜甜。水先倒入一半，接着调味，半小匙盐，1/4小匙胡椒粉，1大匙生抽，拌一拌，盖好锅盖煮开。再将备好的黄芽白倒入，稍作焖煮。喜欢黄芽白脆口的朋友，焖个2分钟左右就好。黄芽白经焖煮后会排出一些水分，大家可以依个人喜欢，将水再适量加入。就这里，将剩余的全部倒入，前后共800毫升，盖上锅盖，再次煮开。煮开后先试味，依照自家口味调整，就多加了一点盐，再加入1小匙麻油添香。油炸后的鹌鹑蛋，再拌一拌匀。起锅前再加一点黑醋，不喜欢黑醋的朋友可以不加。再做最后一次试味，一切都满意就可以上锅了。加一点芹菜点缀，马上就能开吃了。用小巧鹌鹑蛋取代鸭蛋，太平蛋这样做，用过了不会负担太重，它口味清甜，卖相也不错。游子中年在外，过年回家吃上一碗妈妈煮的太平蛋，感觉很温暖，一整年都会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。有道理。